最近有一则 B 站美食区顶流博主发布的视频，引起了全网广泛的关注。我的油管首页也给我推送了。视频中，博主大翔哥详细讲述了自己投资受骗的经历，从连续3年 B 站100大博主，到如今掏光家底仍深欠300万债务，让人唏嘘不已。这则视频迅速火爆，还登上了新浪热搜的高位。过了2天，他又发布了另一则回应视频，再次登上热搜高位。这位大翔哥2019年时靠试吃皇帝蟹的系列视频爆红，迅速成为哔哩哔哩顶流 UP 主。他辞掉了月薪1万的工作，与 B 站签约，成为年入100万的专职博主。钱来得太容易，使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。他频繁出入高端场所，结交所谓的富二代和精英人士，推杯换盏，称兄道弟。然后就有一位兄弟引诱他前后共投资1200多万人民币，画大饼称可以带他赚到1个亿。大翔哥当时被洗脑，不仅不怀疑，还觉得自己运气爆棚，遇到贵人了。在自己投入了几百万已经没钱后，又拉来其他6名 UP 主，每人投资100万，大翔哥自己给他们做了担保。结局自然是骗子卷钱跑路，他不得不卖车，掏空父母积蓄，甚至动用奶奶的养老钱来还债，目前仍然欠债300万。他的遭遇再次印证了我一贯秉持的观点：人无法拥有超越自己能力的财富。像这位 B 站顶流博主，他的成功是他当时站对了风口，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运气成分。他如果踏踏实实地做下去，那么这些年他的财富积累是在他实际能力范围内的上限，是相当可观的，足以让他生活优渥。但他犯了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，就是飘了。从他一赚了钱就迫不及待买高档车就可以看出，他在财富管理上实际上不是一个沉稳的理性的人。接触了所谓的上流社会后，自己也做起了上流社会的美梦。骗子就是利用这一点，精心炮制骗局，敲骨吸髓，榨干榨尽了他最后一滴价值。这个世界骗子实在太多了，人脑子哪怕只是一时糊涂，就立刻要交智商税，甚至瞬间万劫不复。所以人真的一刻都不能糊涂。保持头脑清醒本身需要强大的认知做基础，需要培养多角度看待事物并敢于质疑的思维习惯。脑子里要扎根一个观念，就是如果一件事情好的难以置信，那就真的不可信。这个世界一盒鸡蛋都不会让你白领的。即使撞了大运突然暴富，绝大部分人也是 hold 不住的。只有自己真的踏实历练过了，再加上天时地利，才能匹配得上卓越的财富。而富二代他们的财富获得，是因为有钱人替他们负重前行了，但他们若能力不足，最终财富在他们手上也将散失。普通人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，明白自己的能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，就会知道自己做亿万富豪的美梦是多么可笑的事。这位博主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，他自己没有干违法犯罪的事，也没有被拖下水涉及黄赌毒一类，所以他在被骗后还能站出来把事情公之于众，还能继续做他的自媒体博主，将来还有翻身的希望。试想，如果他自己也违法了，那被骗也只能往肚子里咽，不然就要被全网封杀，永无翻身之日了。他有着很大的流量基础，他表示打算尽快把300万欠债还清。经此一劫，相信他可以吸取教训，踏踏实实做事，不忘初心，爱惜羽毛。我一直认为，真诚是人际关系中最优质的品质。一个博主可以因为内容、观点吸引观众，但最终能历经时间考验，打动观众，获得观众喜爱的原因，一定是他的真诚。在他最新一期回应质疑的视频里，我感受到了他的诚心。我觉得他人本质不坏，所以他这次重新出发，我认为他的人生还是充满希望的。说回到人无法拥有超越自身能力的财富这个话题，
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。美国巨额彩票得主，大部分人最终下场都很惨。且不说极高的离婚率，他们挥霍无度，投资受骗，沾染黄赌毒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许多人最终返贫。他们的财富与他们的能力是不相配的，那就一定会产生种种问题。因为保持巨额财富不缩水，本身就需要很强大的资产管理能力，以及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人的定力。很多人有了钱，心态就发生了变化，失去了原则，骄奢淫逸，挥霍享乐，而这不符合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，是无法长久的。普通人不该期望获得超越自身能力的财富，所以我从来不买彩票，因为即使我中了大奖，我觉得带来的焦虑大于快乐。我会担心人身安全，担心引来骗子，最大的担心是家庭关系发生变化，以及担心孩子因此堕落。我宁愿保持现状，做个普通人。有一些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显示，当一个人的收入达到能够基本满足生活所需和适度享受时，财富带来的边际幸福感会开始下降。我很认同这个结论，钱够用就行，贪婪是各种悲剧的根源。大家对此有些什么见解？欢迎留言发表看法。